就在前幾天，世界經濟的版圖上發生了一次足以載入教科書的地殼運動。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，新德里的莫迪官邸，兩邊的香檳軟木塞，估計已經把天花板都打穿了。歐盟和印度這兩個加起來人口接近20億的超級經濟體，終於簽下了那個傳說中的自由貿易協議之母。我看各大財經媒體的通稿全是溢美之詞，什麼歷史性的握手，什麼97%的商品關稅直接歸零，什麼歐盟車企一年能省下40億歐元的真金白銀，甚至有人喊出這是继2戰之後全球貿易格局最大的一次重組。聽着是不是特別宏大？是不是感覺世界經濟的春天又要來了？各位，如果你真的信了這些場面話，那你可能就在不知不覺中成了這一輪大洗牌的犧牲品。在這個世界上，凡是那種敲鑼打鼓恨不得讓全宇宙都知道的大喜事，背後往往都藏着不得不做的苦衷，甚至是带血的算計。這根本不是一場為了慶祝繁榮的世紀婚禮，而是一場被槍頂着後腦勺的避險聯姻。而那個拿着獵槍站在陰影裡逼婚的人，既不在歐洲，也不在南亞，而在大西洋的对岸華盛頓。更重要的是，這場婚禮的禮金不是由歐洲人出，也不是由印度人出，而是要由那些在旁邊看熱鬧的無辜路人来買單。誰是那個冤大頭？不是那些遠東的大國，因為人家早就完成了產業升級，不在乎這一城一池的得失。真正的冤大頭是東南亞，是越南的胡志明市，是泰国的羅永府，是馬來西亞的檳城。這些在過去5年裡被全球資本捧上神壇，被視為下一個世界制造中心的地方，在這一紙協議面前，可能一夜之間就要面臨飯碗被砸得滅頂之災。今天我要把這個協議像包洋蔥一樣，一層一層剝開給你們看，哪怕剝到最後會讓人流淚，但只有看清了裡面的內核，你才能知道在未來这動盪的5年裡，怎麼守住你口袋裡的血汗錢。這是最反常的地方，在於時間。在商業談判裡，時間就是最大的誠意，也是最大的謊言。你知道歐盟和印度的這個自貿談判談了多久嗎？從2007年就開始了。那個時候，哪怕是智能手機都還沒普及，諾基亞還是老大。這中間將近20年，雙方那是吵得不可開交，簡直就是雞同鴨講。印度人死活不肯降汽車關稅，因為塔塔、馬魯蒂這些本土財閥是他們的命根子，誰敢動，誰就得下台。歐洲人呢，那是帶着貴族潔癖的，死活不肯放鬆勞工標準、環保標準，覺得印度那個生產環境就是血汗工廠，簽了就是給自己抹黑。這就像是一對相親了20年的男女，男的嫌女的亂花錢，女的嫌男的不洗澡，根本過不到一塊去。中間還停滯了整整9年，大家都以為這事兒早就黄了，徹底爛尾了。但是就在最近這短短半年，一切都變了。談判突然就像按了快進鍵，那些曾經看来不可逾越的紅線，無論是高達110%的汽車關稅，還是那種要把人逼瘋的非關稅壁壘，突然之間好像都不是事兒了。雙方談判代表就像是後面有狼在追一樣，沒日沒夜的趕工，甚至不惜在很多細節上搞模糊處理，硬是在1月27號把字給簽了。為什麼？是莫迪突然成了自由貿易的狂熱信徒，還是馮德萊恩突然愛上了恆河水的味道？都不是。答案只有一個字：怕。他們怕的不是彼此，而是那個即將重回世界舞台中心，或者說其政策陰影已經籠罩全球的不確定性。大家要看清楚現在的局勢。過去這1年，全球經濟最大的變量是什麼？是美國徹底撕下了自由貿易衛道士的面具，開始扮演一個揮舞着大棒的收租工。看看美國對印度的態度，就因為印度为了生存，買了一點俄羅斯的便宜石油，倒手賺了點差價，美國直接翻臉，威脅要加徵關稅，
甚至把稅率跌到了50%。這對於正處於工業化起步階段的印度來說，簡直是當頭一棒。莫迪在外面看着風光，號稱全球南方的領袖，但實際上被美國這一手卡脖子，也是冷汗直流。再看看美國對歐洲的態度，那就更別提了。鋼鋁關稅的陰影還沒散，數字服務稅的爭端又起，甚至那個男人還揚言要讓歐洲為北約的軍費買單。歐洲人現在是每天早上醒來都要看一眼新聞，生怕華盛頓那邊又簽了什麼行政令，今天要給德國汽車加稅，明天要給法國紅酒加稅。當一個全球體系裡的帶頭大哥開始頻繁的抽風，開始無差別攻擊盟友的時候，底下的小弟們會怎麼做？難道坐以待斃嗎？當然不是，他們只會做一件事，趕緊把自家院牆打通，抱團取暖。所以你現在看懂這份所謂的協議之母了嗎？它根本不是什麼為了慶祝經濟繁榮的慶典文件，而是一份為了在暴風雨來臨前趕緊搭個棚子的避險協議。歐盟急需一個新的巨大的市場來對沖失去美國市場的風險，印度急需歐洲的技術和資金來擺脫對單一地緣政治力量的依賴。這是一場典型的弱者聯盟，但這恰恰是最可怕的，因為为了達成這個聯盟，雙方都必須交出投名狀，都必須犧牲第三方的利益。而這個被犧牲的第三方，就是我們要講的重點——東南亞。如果你在越南、泰國、馬來西亞有生意，或者你關注這些新興市場的投資，接下來的每一個字你都要聽進去。過去5年，全球供應鏈轉移有一個非常動聽的故事，叫中國加一。什麼意思呢？就是歐美企業覺得原來的供應鏈太單一了，要在旁邊找個備胎。誰是這個備胎？全世界的資本都用腳投票選了東南亞。越南的紡織和電子組裝，泰國的汽車製造，馬來西亞的半導體封裝。這些國家本來日子過得挺滋潤，覺得接住了這潑天的富貴，甚至開始憧憬自己能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。但是1月27號這一簽字，直接把東南亞的桌子給掀了。我們來算一筆最現實的賬。首先是越南，這個受傷最深的小兄弟。越南現在的經濟支柱是什麼？是紡織、鞋帽、電子組裝。這些都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，利潤薄得像紙一樣。一件襯衫利潤可能就幾塊錢。以前你在越南生產運回歐洲，可能有關稅優惠，比如 EFTA， 但還是有各種原產地規則的限制。現在印度橫空出世，印度給了歐洲什麼承諾？紡織品、皮革、珠寶關稅直接歸零。不僅僅是關稅，越南的人口只有1個億，而且經過這幾年的爆炒，越南的土地貴了，胡志明市的房價都要趕上上海了，工人工資也在飛漲。印度呢？14億人口，平均年齡不到30歲，那是真正的人海戰術。印度的勞動力成本比越南還要低一大截。對於那些做耐克、阿迪達斯、做 Zara 代工的老闆們來說，這道選擇題太好做了。左邊是越南，成本在漲，紅利在消退；右邊是印度，成本極低，現在還是零關稅，而且還有歐洲政府的背書。資本是嗜血的，也是最理性的。哪怕印度的基建再爛，那10%甚至更高的成本優勢，足以讓資本家鋌而走險。這就是為什麼我說越南的紡織業未來5年會面臨極其慘烈的訂單大遷徙，工廠會搬走，工人會失業，這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。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，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，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。現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，享受會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。別忘了關注才知道，並點擊小鈴鐺，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。再來看看泰國，
那個號稱亞洲底特律的地方。泰國是日系車和很多歐洲車企在東南亞的大本營。你現在去泰國旅遊，滿大街都是豐田、本田，偶爾也能看到寶馬的工廠。泰國之所以能成，是因為它輻射整個東南亞市場。但是歐印協議裡有一個核心條款，汽車關稅從 110% 降到 10%， 並且鼓勵歐洲車企在印度設廠，反銷歐洲。這意味着什麼？這意味着大眾、奔馳、寶馬這些巨頭會重新評估他們的亞洲戰略。既然我能在印度直接生產，賣給那裡的14億人，雖然買得起的不多，但基數大啊。同時還能零關稅賣回歐洲，甚至賣到非洲、中東。那我為什麼還要守在泰國這個只有7000萬人口的市場？這叫產能吸紅。印度這頭大象一旦被鬆開了繩子，它對周邊制造業的吸納能力是恐怖的。還有馬來西亞和印尼。印尼指望着靠鎳礦資源，逼着歐洲企業來設電池廠。現在好了，歐盟轉頭跟印度好了。印度雖然資源不如印尼，但印度承諾了更好的市場准入。歐洲人可能會想，我與其在印尼受氣，印尼經常搞出口禁令，不如去印度碰碰運氣。所以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存量博弈。全球的需求並沒有暴漲，歐洲人的錢包也沒有鼓起來，蛋糕就那麼大。歐盟把 VIP 金卡發給了印度，就意味着要把東南亞這幫小兄弟趕出 VIP 休息室。未來5年，我們可能會看到一個非常殘酷的景象。本來打算搬去河內的工廠，掉頭去了孟買。本來在曼谷下單的採購商，改簽了班加羅爾的機票。東南亞的產業升級夢，很可能會被印度這波低價衝擊打回原形。講到這裡，肯定有人會問，那這麼說，印度贏媽了？歐洲人賺翻了？我還是那句話，在商業世界裡，便宜的往往是最貴的。歐洲的精英們現在正沉浸在擁有20億人口大市場的幻覺裡。馮德萊恩在發布會上笑得合不攏嘴，覺得給歐洲企業找了個大金礦。但我敢在這裡放一句話，不出3年，第一批衝進印度的歐洲企業就會有一大半哭着想回家。為什麼？因為印度這個市場在國際投資圈裡有一個響當當的外號——外資墳場。你以為莫迪把關稅降了，你就真的能賺錢了？太天真了。在印度做生意，關稅只是門檻上的那把鎖，就算鎖拿掉了，門裡面全是坑，全是雷。我給你們列舉3個歐洲人即將面對的噩夢。第一大噩夢，稅務恐怖主義。這一點，英國的沃達豐最有發言權。當年沃達豐收購了印度一家公司，結果印度稅務局回頭就開了一張幾十億美元的罰單。沃達豐不服，去打官司，一直打到印度最高法院，沃達豐贏了。結果你猜怎麼着？印度國會直接修改法律，把稅法改成由於可以追溯，意思是以前的法律不算，按新法律你還是得罰款。這波操作直接把全球投資者看傻了。歐洲人講究契約精神，講究法治。到了印度，你會發現解釋權全在當地官員嘴裡。今天說免稅，明天就查稅，後天就凍結資產。第二大噩夢，征地難，難於上青天。你想在印度建個汽車廠？好，地哪裡來？印度的土地是私有的，而且產權極其混亂，可能一塊地歸幾百個農民所有。你要想徵收一片地，可能要跟幾百個家庭打官司，一打就是10年。韓國的鋼鐵巨頭浦項制鐵，當年想在印度建廠，耗了整整12年，最後地都沒拿全，灰溜溜的走了。德國的大众、奔馳，你們做好準備去跟印度的地主们磨嘴皮子了嗎？第3大噩夢，各邦之間的割據與物流黑洞。印度表面上是一個國家，實際上那是30幾個小國家拼起來的。
你在古吉拉特邦搞定的關係，到了泰米爾納德邦可能就不好使了。你的貨車跨個邦，可能被攔下來，查個底朝天，交不完的過路費，填不完的表格。德國人追求的那種精準到分鐘的供應鏈管理 ，JIT 在印度的道路上就是一個笑話。所以，歐盟這幫政客是在拿企業的命去賭政治的明天。他們想的是地緣政治，想的是去風險。但對於企業來說，這可能是一場自殺式衝鋒。莫迪政府非常精明，他現在的策略就是請君入瓮。我用低關稅做誘餌，把你騙進來。等你把真金白銀投進去了，廠房建起來了，設備運進去了，那時候就是案板上的肉。這就是著名的加州旅館效應，你可以隨時結賬，但你永遠無法離開。到時候，歐洲的技術、資金、標準都會留下來，變成印度的。至於歐洲企業能不能賺走利潤，那就得看印度稅務局的心情了。最後也是最重要的，這事兒跟我們普通人的錢包有什麼關係？關係大了。歐盟和印度的這次聯姻，以及全世界現在正在發生的各種小圈子貿易協定，比如北美自貿區，比如 CPTPP， 都在釋放同一個極其危險的信號。那個效率至上的全球化時代徹底結束了。過去30年，我們為什麼能買到那麼便宜的衣服、鞋子、電子產品？因為全球化的邏輯是，哪裡生產最便宜、效率最高，就去哪裡生產。不管你是誰，不管你在哪裡，只要你便宜，資本就去哪裡。但是從今天開始，這個邏輯徹底反過來了。現在的邏輯是安全至上，陣營至上。哪怕印度的生產效率比不上東亞，哪怕印度的物流成本高，哪怕印度的良品率低，歐洲也要硬着頭皮去。因為這叫供應鏈安全，這叫價值觀貿易。這意味着什麼？這意味着商品的生產成本將被人為地永久性的推高。對於我們每一個普通消費者來說，未來5年你要做好3個心理準備。第一，通脹將成為常態，便宜貨沒了。當工廠從最高效的地方強行搬遷到不那麼高效、基礎設施不那麼完善的地方，比如印度，所有的隱形成本、斷電的成本、修路的成本、培訓工人的成本，最終都會加在商品價格裡。你以後買的運動鞋、買的汽車配件，甚至買的咖啡機，價格都會漲。那個低通脹、低利率的美好時代一去不復返了。第二，投資邏輯的大洗牌。如果你還在死守着那些傳統的、依賴單一市場的出口型企業，風險會非常大。未來的機會在哪裡？在套利。誰能幫印度搞定那糟糕的基礎設施？誰能幫歐洲企業在印度解決稅務合規？誰能做這2個割裂市場之間的翻譯官？這才是賺錢的地方。如果你在做生意，哪怕你是做個小貿易，你也得學會看地圖，看政治新聞。你的供應鏈是不是在正確的圈子裡？你的客戶是不是在安全的名單上？第三，現金為王，警惕熱土陷阱。看着新聞裡吹捧印度，吹捧那些新興市場，你千萬別腦子一熱就衝進去買基金、買房產。記住我的話，亂世之中，看得見的利潤往往是誘餌，看不見的風險才是鐮刀。那些看似遍地黃金的地方，往往也是埋葬財富最多的地方。1月27號的這場簽約，表面上是鮮花着錦，烈火烹油，但在我看來，它更像是一聲警鐘。它告訴我們，世界正在分裂成不同的區塊，每一個區塊都在瘋狂地修築堡壘，試圖抵禦外部的不確定性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東南亞可能會成為被犧牲的棋子，歐洲企業可能會成為被套牢的韭菜，而我們每一個普通人都將為這個效率降低、壁壘重重、充滿猜忌的世界支付更高的生活賬單。世界沒有變得更好，它只是變得更貴了，也更危險了。
在這個動盪的時代，不要盲目樂觀，也不要過度恐慌。看清趨勢，保護好你的現金流，守住你的核心資產。別在潮水退去的時候，才發現自己是在裸泳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讓你對這個亂糟糟的世界多看清了一點，別忘了點個讚，轉發給身邊還在做發財夢的朋友。